在中国历史上有一场人人皆知却无人说的清真相的事件，那就是发生于大唐初年的玄武门之变。要弄清玄武门之变，还要从一个被忽视的关键人物入手，他就是李渊。早在玄武门之变发生前4年，也就是武德5年的时候，李世民就有问鼎地位的实力了。这一年，李世民完成了击败刘黑闼、重创徐元朗、逼服杜伏威的3大功，领12位大将军，成为了大唐府兵主席。此时的李世民势力有多牛逼呢？他已经是天策上将、太尉、司徒、尚书令、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、雍州牧、左武后大将军、凉州总管、上柱国，这一串比龙妈还长的头衔可不是虚职，每一个都是实打实的权力。此时整个关东都是李世民的地盘，这时候的秦王府已经有底气喊出大不了散伙分行李了，反正官职跟中央都是平级的，真散伙谁吃亏还不好说。这时候一道难题摆在了李渊和李世民父子眼前。对李世民来说，皇位他肯定势在必得，关键是怎么取得皇位。如果不择手段一点，他完全可以趁机带兵回师，直接把长安围了。这是对此时的李世民来说毫无难度，但却会后患无穷。中国古代为什么讲究嫡长子继承制，就是不想让国家在皇位继承问题上搞内耗。如果李世民挟军功逼老爹让位，那就是明明白白的公者有天下了，会给子孙后代开一个不好的头，会引来无数有野心的效仿者。李世民对未来是有长远规划的，他对大唐的蓝图是有构想的，所以他得讲究体面，遵守政治权力游戏的规则。而对李渊来说，儿子有没有造反的心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有造反的能力。李世民造势运作自己需要时间，李渊也不是完全等死。他虽然在打仗一事上不如儿子，但玩政治斗争还是有2把刷子的。7月李世民进京后，李渊使出了4招，一边派李建成去都宜陆军对战突厥，一边悄悄对李世民许诺封他为太子，安抚稳住他。先前武德5年6月的时候，刘黑闼在突厥的支持下又来祸害河北了，这次他在定州收拢了逃亡的旧部，又开始征兵反唐。10月初1，在李世民已经走领12位大将军的程序时，李渊把齐王李元吉放了出去，去收拾又闹起来的刘黑闼。紧接着10月初4，以李元吉为领军大将军、滨州大总管，将突厥人还没走利索的滨州紧急划给了老四。而最关键的一招是7月15的时候，李渊任命淮阳王李道玄为河北道行军总管，去讨伐刘黑闼。这招堪称大唐版金刀计，是阳谋而且无人可解的，李世民只有乖乖挨刀的份。李道玄是李世民的堂弟兼狂热粉丝，年仅19岁，永远跟着李世民一块冲阵杀敌，是李世民的洛州刺史。同时，李渊任命的副手是李世民麾下另一个猛将史万宝，2个都是你李世民的人，派他们去河北道，妥妥是帮你李世民扩充地盘的，对吧？随后且看李渊精妙的微操。李道玄年纪轻，作战猛，平时都被李世民小心护着，年纪轻轻还是亲王高位，难免会让其他元老心里不平衡，他和史万宝这俩平时就不对付。李渊就在这里做了文章。李渊将李道玄任命为了一把手，这是李家亲王，谁也说不出啥，对吧？李渊随后又专门给史万宝手诏，军中的事都你说了算，一个是名义上的总管，而且年轻气盛，一个是又得到军事授权的副手，而且功勋卓著，这俩一起出去8成要在半道上干起来，而且仗也别想好好打了。由此得出你秦王系的武将也不过如此。老李这阳谋一出，效果比他预想的还好。李道玄有个世所皆知的作战习惯，永远一马当先，冲锋在前。从15岁开始就跟着李世民去蜀谷追杀宋金刚，看上去特别猛。其实因为李世民一直把李道玄护在身边，所以战场上怎么撒欢都没事。这回李世民不在就出事了。10月17，就在老领导在长安成为大唐府兵主席的转天，李道玄和史万宝军至夏伯时与贼军相遇，李道玄一如既往地率骑兵先登冲阵去了，命史万宝督军随后跟上。史万宝等李道玄深入敌阵后拥兵不进，跟身边亲信道：我奉手诏，
淮阳小儿虽名为将，而大军禁止全都委托给了我。这或今天轻托越泥泞之地交战，大军若动地陷泥泞，不如结阵以待之。虽然坑了淮阳王，但利于国呀。结果李道玄最终折在了阵里，10万宝的如意算盘也没打响。他忽略了一件事：战斗英雄能带来多大的士气加成，就能带来多大的士气沮丧。看到李道玄折里面后唐军自己士气崩了，随后全军大溃败，10万宝光杆司令逃了回来。李道玄死后，李世民哭了很久，直到当皇帝多年后还是没能释怀，常向身边人感慨此事。不过李渊的初衷大概是让这俩打败仗回来，先让河北混乱起来，再放李元吉去河北收拾残局。没想到李道玄直接死里面了。不过李渊也只有内斗的时候才有如此水准了。李道玄被杀后，山东震动，唐明州总管庐江王李渊、唐沧州刺史程大买纷纷弃城西逃，各州县又都叛变了刘黑闼。仅仅10多天，刘黑闼又一次尽复故地。李渊本想着让这俩内斗，回来李元吉去收渔翁之利，结果没想到局面又让他给整崩了。李元吉去了河北后，看着刘黑闼就哆嗦，根本不敢进军。其实刘黑闼之所以会短短时间又一次的闹了起来，是因为李世民在上一次平刘黑闼后，给自己留了个后门，方便自己一鱼多吃的反复薅刘黑闼。但这个算计被他未来的好伙伴魏征发现了。此时尚在李建成门下的魏征，给李建成点出了李世民一鱼多吃的算计。上一次李世民打败刘黑闼，对其将帅一党下手极狠的抄家灭族，所以齐王李元吉虽然拿着诏书大赦，却不被信任。毕竟上次灭门的时候他也在场，如果这次太子能出马将所有抓到的俘虏全放了，整个河北就彻底归心了。为什么李世民上一次平定刘黑闼后会实行严酷的铁腕政策，而不是收到麾下壮大实力呢？这就体现出李世民卓越的政治智慧。此时他麾下秦王府的名额已经满员，各方面的派系已经很杂了，如果再收一批河北派系的将领，就吃不下内斗了。同时不收这批人，也是给自己的老部下一颗定心丸。与此同时，既然自己用不了这伙人，那也不能给别人收下，必须要斩草除根。最后一点，如此铁腕政策又没有对刘黑闼穷寇必追，就是在坐等河北再次动乱，他好再来河北，再拿下一轮打服刘黑闼的军功。但李世民这次也算是耍心眼后被反将了一军。李渊看到李建成自荐后，光速同意，下诏命李建成去讨伐刘黑闼，命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、河南、河北诸州并受李建成处分调动，一切便宜从事。这一家子都是人精，李世民露出的这个破绽被李渊和李建成死死抓住了。他先前的一番布置，反倒是给李建成做了嫁衣。李建成轻松收服了河北民心，李渊扶持其老大抗衡老二，只有李世民受伤的世界达成了。武德7年，李唐的统一战争彻底结束，李渊、李建成、李世民、李元吉父子兄弟4人也彻底明牌，彼此都不装了。此时的旗手是李渊、李世民父子，李建成、李元吉虽是棋子，亦有翻身当旗手的野心。这个时候，李世民开始了他的出招。武德7年7月，杨文干的造反成了牵动这场棋局的引子。李渊在仁至宫避暑，李世民和李元吉陪同。临走前，李建成与李元吉密谋约定造反，派心腹尔朱焕、乔公山带了铠甲给杨文干，让他起兵。有意思的地方出现了，李建成派去干这玩命活的尔朱焕这帮人半路怂了，刚到滨州就跳反上报了。宁州人杜凤也把这事汇报了。仔细看地图就会后背一凉，尔朱焕还没把信物交给杨文干，杨文干还没起兵呢，远处的宁州就有人未卜先知，有人要造反，还把这事上报了。李世民手眼通天带来的强大压迫感，从此处就可见一斑。而李渊的反应也很有意思，他直接给太子一个台阶，把太子手下人灭口，就当他们给太子定罪，把太子保住了。历朝历代这么宽容造反的皇帝，李渊还是头一个。他为什么这么放纵太子呢？还不是李世民给的压力太大。李渊还需要李建成和李元吉2枚棋子制衡李世民。比如李建成居然敢私自募兵组建东宫武装，
对于太子募兵这个历朝历代都是必死的事，李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，根本不搭理。直到李建成碰了结交外藩的红线，李渊才把李建成骂了一顿，把中间的联络人可达志流放了。李元吉的齐王府也是如此，他私募武装藏匿逃犯李渊根本不管。但这样一来，李世民就郁闷了。太子造反其实是李世民做好的一个局，否则他的人根本不会这么迅速就能把消息上报。李建成造反的事一旦坐实，就是自绝于大唐，李世民完全可以一窝端了太子集团，随后名正言顺地成为太子，东宫之位顺利交接，大唐的统序就此名正言顺地夯实了。李世民算来算去，没算到他老爹完全不认命，放着李建成造反的事不处理，也要把他死死按住，不让他染指东宫太子之位。随后又发生了毒酒事件，走投无路的李建成在宴会上给李世民下毒，李世民口吐鲜血，侥幸命大未死。此事大概率不是杜撰，因为李世民上台后宽宥了东宫官员，唯独对掌管厨房的官员严惩不贷。而毒酒事件中，李渊的处理态度也不痛不痒，似乎已经默许李建成和李元吉杀掉他们的亲兄弟。李渊这一举动让李世民彻底心凉，也为日后玄武门之变埋下伏笔。武德9年的玄武门之变，其实和武德7年的杨文干谋反性质一样，都是李建成、李元吉的狗急跳墙。不同的是，上一次李世民把选择权交到李渊手里，这一次他不给了。玄武门之变说复杂很复杂，说简单也简单，而该背这个锅的，李渊至少得背其中的70%。